有劳郡王爷费心了，奴婢没事了。趁他们现在还没有追来，郡王爷你先跑吧。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也用不着放弃自己的性命吧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是和公主有关系吗？ 他吓唬你了吗？还是他对你做了些什么？不关他的事，是我不好，我不应该骗他。他那么信任我，我是应该死。这事跟樊良的事情有关系吗？我让公主伤心了，我以为我这样做 是为公主好，可是我错了。我这样做毁了她的一生。公主骂我骂得对，如今公主变得很可怕，我不想看到她这个样子。我不想看到她变成一个心狠手辣、一个无情的人。 如果我死了，可以让她变回以前那个开开心心的安乐公主，我愿意去死。你以为你这样做，就是在帮安乐公主了吗？如果当初不是我瞒着她，我告诉她事情的真相，她就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，恨尽天下所有有情人。可是你为什么不想想？ 如果那天你跟他说出了事情的真相，那他能接受得了这个事实吗？恐怕他早就已经寻死去了。你何必自责呢？做人最要紧的，就是要问心无愧。没有人可以做到，时时刻刻取悦天下所有人。像你这样，对自己要求这么苛刻，难道你不觉得太过分了吗？ 我不想取悦任何人，我也不想任何人因为我而受到伤害。可是樊良的事情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关键是，人不是你杀的。我知道，你之所以这样做，初衷完全是为了保护公主。那你还后悔什么呢？你以为你死了，公主从今以后就会变得开心吗？我不知道，或许会。 你救不了他的，他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，不是一件事两件事，一朝一夕造成的。你以为你死了，公主从此就幸福了吗？你这样想就错了。你不知道她小时候是怎样度过每天的。我不知道。好了，也只有你自己觉得对不起公主。你应该活着。 你应该想办法，让公主做回好人，这样才能对得起她，也对得起你自己，不是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做。我不能死，活着又难过，我应该怎么做？我到底应该怎么做？ 不是什么问题都可以马上找到答案的，孟凡，我一定会帮你。活着就有希望。这么大的烟啊，一定是他们追来了，想用火和烟把我们给逼出去。屏住呼吸。
臣幸不辱命，已将命案调查清楚。那你快些说出来，好给果儿和驸马一个交代。郡王爷果然是神探，我特意前来，就是想知道到底是谁害死了我家的婢女。杀死采梅的凶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死在狱中的宫女桂花。那个桂花因何要杀死采梅？据臣调查所知，桂花和采梅早有嫌隙，而当桂花当晚到凤阳阁偷东西的时候，刚好被采梅发现，于是新仇旧恨之下，桂花就想到了杀人灭口。果儿，桂花和采梅都是服侍你的人，你可曾听闻他们二人不和？这臣也有所听闻，好像不知为了什么事，公主偏帮了采梅，而把最脏最累的活让桂花去干，所以桂花对采梅记恨于心。公主，对吧？没错。可据我所知，武功说采梅是溺毙在太液池，不是死在凤阳阁。臣最初也是百思不得其解，但最后想通了，要溺死一个人，只要让他的口鼻全部淹在水中就可以，就好像用一盆水把头浸入水中，也可以将人淹死一样。郡王爷真是聪明啊，想出了这个方法，一盆水就能够淹死一个人。聪明的人并不是我，是想出这个方法的凶手。臣不过是凭着蛛丝马迹再推论出来。当晚采梅最先发现桂花偷东西，于是桂花立即杀了采梅，然后把尸体运到太液池丢入水中，所以采梅就好像是在太液池中溺毙的，而桂花则可以继续偷东西。那现场有人看到孟凡和他留下的手帕是怎么回事？这个公主可以回答。父皇，是儿臣叫孟凡去池边烧纸，祭奠小女的一个朋友。原来如此，那好，现在真相大白了。父皇，孟凡应当可以无罪释放了吧？朕宣孟凡无罪，立刻恢复司乐一职。皇上明察秋毫，谢皇上隆恩。孟凡，既然你已经无罪释放，你就随本宫回去吧。公主，虽然孟凡已经洗脱了罪名，但是他毕竟跟公主府上的婢女不同，不便在公主宫里当差，不如就免去他照顾公主一职，让他能够专心地待在上仪局。皇上以为如何？好，就这么办。孟凡，你不用再服侍果儿了。奴婢遵命。奴婢谢过郡王爷，还有驸马爷救命之恩。免礼。只要你能记住，你这条命是几经辛苦才保下来的，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爱惜，知道吗？奴婢知道。孟凡，其实这一次我们俩最应该感谢的人是驸马爷，要不是驸马爷及时出现，我们俩可能早已死在乱刀之下了。我也只不过是投桃报李，前日要不是郡王爷点醒我，我可能也会。公主怎么会是凶手？虽然她跟我面和心不和，但是总算相安无事。她也不是那种心狠手辣的人呐。你伤害了安乐公主，把她从一个温和的人逼成了一个天怒人怨的人。安乐公主从小生长在阴暗环境里，正因为如此，当她恨你的时候，你就会非常危险。所以说，如果这一次真的是公主杀了采梅，很可能下一个就是你。想不到是她害死了采梅。
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，还请郡王爷相告。一定。我们也走吧。环球舰，传。是。奴婢叩见公主。你已经不是凤阳阁的人，来这里做什么？奴婢今日就要调返上夷局，所以特来向公主辞别。有这个必要吗？公主，人既然来了，就带我上炷香吧。
这个瓶子精致吗？雕工精细，温润透光，精致。你打开看看，里面可是放着本宫的挚爱。怎么都是黄土啊？那就是本宫的挚爱，埋在京城西郊十里坡下。樊良，你没有资格这样叫他。樊大哥在京外西郊十里坡下寂寞，那都是因为你。对不起，公主，奴婢也是逼不得已，请公主原谅。小凡，曾几何时，本公主跟你以姐妹相称，以知心相交。宫中除了樊大哥，本宫就只信你一个。我以为，即使是刀架在脖子上，你宁愿去死，也不会背叛我。公主如果知道樊良已死，一定伤心欲绝。奴婢担心公主，所以你以为本公主现在就不伤心了吗？要不是你骗我樊大哥还活在人间，我就不会委曲求全，下嫁吴重勋。我现在是苟且偷生，生不如死。公主，要怨就怨孟凡吧，孟凡明白公主的心情。公主视孟凡为亲姐妹，而孟凡却欺骗了公主。由于孟凡的欺骗，才令樊良葬身荒山野岭，得不到祭奠，受尽凄凉。当初我要是知道樊大哥早已经下了黄泉，我一定随他而去，为他殉情，为他明志。我是为了保全他的命，才下嫁于武家的。而如今，我还有脸去见他，我还能对他说“非君不嫁，使之不渝”吗？是你害我与樊大哥生不同家，死不同血，黄泉路上都不能相见。奴婢对不起公主。说到底，你曾经救过本公主的命，恩国相抵，一切算是扯平了。从今以后，你我主仆情灭，恩断义绝，两不相干。公主，我困了，退下吧。请公主保重。奴婢就此拜别。奴婢叩拜主子，那是天经地义之事。往后你再见到本公主，也应如此。退下。
姐姐，孟凡姐，孟凡，小凡姐，孟凡姐，你没事真是太好了，我还以为你这次死定了。呸呸呸！姐姐是清白无辜的，老天爷一定会对姐姐很好的。你看你都瘦了一圈了，一定吃了不少苦吧？姐姐，你这次从阎王殿绕了一圈回来，记得一定要去祈福还愿。瞧你们七嘴八舌的围着小凡转，让他静一静，喘喘气嘛。我没事的，孟凡让大家担心了。姐姐，为什么你好不容易沉冤得雪，还是闷闷不乐的样子？别担心，可能是有点累了吧。小凡姐，我要去给你准备热水，还有柚子叶，把霉运啊全部都洗掉。来帮我一下。小凡姐，那我负责弄吃的，有米粥，还有糊饼。你想一下，还有什么想吃的？够了。好，走。姐姐，我知道你最喜欢吃山核桃，我今天上山采了很多，来。姐姐，小福，你能不能去帮我弄些糕点？当然可以啊，姐姐喜欢吃红豆还是桂花？素糕就可以了。我是用来拜祭的。你要拜谁呀？是采梅，还有跟我一起被囚的宫女桂花。采梅她无辜命丧，你要拜她我是明白。但是桂花是杀人凶手啊，她差点害你丧命，你为什么还要祭拜她呢？宫中波谲云诡，孰是孰非，哪个说得清呢？大家同为奴婢，又姐妹相称，如今却阴阳相隔。我想让她在阴曹地府有个买路钱。这对明珠是重训送与公主的，这可是难得的珍品呐，宝气润莹，而且大小一致。若置于床榻之上，自有凝神安心之效啊。你家重训，倒也知道我果儿心如刀割，夜不能眠啊。是啊，是重训一时糊涂，受妖色所惑，乱了心性，令公主身伤，请皇后娘娘见谅。一句乱了心性，就可以打金枝七玉叶，践踏我的掌上明珠。重训也是一时冲动。冲动？在这宫里，岂允许冲动二字？哼，他要不是你的亲生儿子，本宫早把他千刀万剐了。娘娘，切勿动气。归根究底，公主芳心谁属？瞒得过天下人，瞒不过你我。重训早就几番迁就，只是公主未有领会。公主乃千金之躯，集万般宠爱，她即便有错，你儿子也应该忍让。他倒好，视我女儿于草芥，去罪迷路边的野花。区区一个宫婢，重训不过是逢场作戏，只是公主过于追究，才闹出了这种笑话。你这是什么话呀？如今你儿子已经置我女儿于不顾，去私通贱婢，已经淫乱宫闱了。俗话说得好，一个巴掌拍不响。若想夫妻和睦，公主也是责无旁贷。后宫之内，谁人不晓得公主曾与人私奔？试问，那我儿子的颜面又该置于何地呢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这是在指责我教女无方？娘娘是怪本王教死无方吗？娘娘，面子那是人家给的，台可是自己拆的。本王劝娘娘，还是息事宁人为好。你这是在教我怎么做事是吗？我告诉你，你别想叫我息事宁人。要不是你儿子干扰，
我早就把李隆基这个眼中钉给拔掉了。重勋根本不知道这回事，那一切都是歪打正着。怪只怪，娘娘行动之前，未曾和老臣打过招呼，才弄得见异错发，放虎归山，实在也怪不得别人呐。你叫我跟你商量，你叫我事事跟你商量，凭什么？你算什么？本宫已经运筹帷幄，自有一套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回去好好教训你的儿子，他竟敢不把本宫放在眼里。今天你在这儿也对本宫不屑一顾。好啊，长久下去，要是事成之后，不知你父子会对本宫做出什么事情来。这很好啊。既然娘娘直言不讳，三思也听明白了。告辞。爹，你若还是我儿子，就该凡事三思而行，而非任意妄为、胡莽闯祸。孩儿知错了。你为什么这么糊涂？色字头上一把刀啊！今天若不是爹爹为你挺身挡刀，冒死顶罪，加上皇后对我们武家有所忌惮，恐怕你的人头早已落地，身首异处。爹，都是公主那个贱妇有失妇道在先，一切怪不得孩儿。当初父王让你娶她，就是想借此牵制皇后一党，谁想到你阳奉阴违，竟然闹出这么一场乱子。现在只死一个宫婢，而让你分毫无损，全身而退，这全都是祖宗的庇护啊！采梅是枉死的，孩儿这笔账是记住了，日后一定会好好跟他们算清楚。道理，爹只说一次，红颜是祸水，要成大业，今天的错一定不能再犯，你明不明白？孩儿明白。如今天下权势四立，我武氏子孙要面对皇后、皇上、相公，还有蠢蠢欲动的太平公主，我们是一步也不能错呀！爹，其实我们不一定非要跟皇后连成一气，何不另辟蹊径，拉拢相貌父子？孩儿知道隆基志气不小，他有勇有谋，若得其相助，必定如虎添翼。隆基是个人才。他城府颇深，有时连我都看不透他。而且项王是皇族正统，与皇后有别，一不小心，只怕引狼入室，弄巧成拙，得不偿失啊！那爹，你有何打算？除去皇后、项王，不要忘记了，还有一个太平公主。太平公主，她只是个女儿身，能有多大作为？名不正，言不顺，有时反而能够相互制衡。只不过，要想取信太平，也非易事啊。如今国库空虚，民无饱餐，可安乐公主却不理百姓疾苦，向皇上请示，于金城坊另设宅地，筹划的穷奇壮丽，金雕玉砌，尽显奢华。不仅如此，公主还向皇上请求，将那昆明池划归于他，划到他那驸马府中去。幸好皇上应命，以昆明池鱼每年卖得10万贯，乃为宫中花粉之资而作据。皇妹一向是安守本分，谨言慎行，难道是近日来受到了什么刺激，像是遭到鬼魅附身，简直是变了一个人似的，性情大变，变得如此目无王法，肆意妄为。公主烈行日盛，早前为了满足一己之欲，强卸了一运胡须做斗草，如今又贪得无厌，为了新建宅地，大兴土木，劳民伤财。依我看，
皇妹会有如此转变，肯定是受到皇后的影响。正所谓近墨者黑，上梁不正，下梁又如何挺直呢？所以恳请太子及早向皇上进谏，以令公主有所收敛。不然的话，她今日兴宅地，明日见鱼池，将来一定是怨声载道。父皇早年被流放于房中，皇妹与皇后是甘苦与共，父皇对此大为感动，曾经对天发誓，一朝见天日，誓与相尽极。相信对于此事，诸位大臣皆略有所闻。父皇自觉对他们二人有诸多亏欠，因此就算如今他们二人穷奢极侈，父皇不但是多加退让，未加以责骂，更是尽其所能达成其愿。父皇此意心结，要解开恐怕实属不易。难道就这样撒手不管，对公主的恶行视而不见吗？是啊。倘若父皇心意已决，执意而行，即使我们联名上奏，也是徒劳无功，反而会让父皇觉得我们是刻意要与皇妹作对，适得其反。依我看，只要是皇妹的行为不太过分，此事就先搁下，容后再议吧。福儿，怎么了？你怎么不走啊？福儿错了，请太子原谅孟福。你没做错事啊。既然没错，那为什么太子要惩罚孟福呢？我惩罚你？我是见今日天气晴朗，所以想说我们二人可以结伴游湖。你怎么说是我惩罚你呢？万里无云确实是赏花跟观鸟的好时节，但是见太子根本无意细心观赏，已经整整2个时辰了。孟福双脚早已发软，走不动了。好，是我不对，是我枉费如此美景，如此凉拌。孟福未能替太子分忧，岂能称凉拌呢？不是我不说，是很多事情我不知道该从何说起。如今宫里面人人是狼子野心，各怀鬼胎，每每想到此，就令我深恶痛绝，自然是难展欢颜了。在太子的心里，孟福是不是这样的小人呢？当然不是，福儿你多番慰我，我早已视你为知心了。那请太子殿下看着奴婢。其实，太子有什么事，可以跟孟福说，让孟福帮你分担。还不是我那皇妹，安乐公主。她近日来，在宫中是极为跋扈，目无王法，凌辱大臣，甚至是任意妄为。许多大臣都来向我禀报她的所作所为，我对于她的行为，实在也是看不过眼。怎么，没话说了？当年父皇与皇后流放在外，途中生下安乐公主，他们3人被流放到房中，共度了14个寒暑，殊非易事。所以父皇与皇后间谍情深，对安乐公主尤为宠爱，娇惯放任。哦，奴婢明白了，这也就是为什么公主未有循规蹈矩，屡犯宫规，变本加厉的原因吧。没错。此外，现在朝中是奸臣当道，以至于政令不行，诸多凡事总是令我心烦意乱。唯有与你独处的时候，才能让我稍展欢颜，才是我最开心的时候。
这里的雕工，朕甚是喜欢。这都是出自能工巧匠之手。儿臣叩见父皇母后。果儿，果儿，来，快平身。谢父皇。朕听闻你早前身体不适，体弱晕厥，可有此事？儿臣早已康复，父皇不必挂心。啊，这道平安符是儿臣为父皇祈求，以保父皇龙体安康，福佑大唐。啊，果儿果然最有孝心。说起来，这道符实在太玄妙了。昨日儿臣祈求，夜里竟梦见了父皇。哦，只见父皇站于长须老翁身边，向百姓广派五谷。从早到晚，只见那老翁手中五谷庄稼，那是源源不绝，生生不息呀。皇上，那老翁可是五谷神呐！五谷神？是啊，哎呀，此梦可是吉祥之梦啊！五谷神施恩百姓，预示着五谷丰登，百姓们丰衣足食啊！天下从此没有大旱失收之事。想必我们果儿诚心祈求天神入梦，借果儿之言告知皇上的。好，吾女孝感动天，这道平安符朕一定好好保存。来，朕今天非常高兴，果儿，你想要什么奖赏？儿臣要做皇太女。果儿，这种话可不能随便说的啊！为何说不得呀？从来只有皇太子，何来皇太女之说？既然当年皇祖母都能当天子，难道果儿就不能做皇太女吗？试想，朕如果真的册封你为皇太女，那当今太子又当如何自处？一如平常不就可以了吗？朕如果真的册封你为皇太女，只怕令天下百官误认为朕对你真的是太过娇宠放任。儿臣可是母后的亲女儿，跟皇兄可不一样。纵然群臣认为父亲是偏心不公的，那也情有可原。我的果儿真的是伶牙俐齿，朕说不过你。不说。皇上，未时即将，你赶紧去批阅奏章吧。好，那朕就先行回宫。果儿，好好陪陪你母后吧。果儿知道了。母后，儿臣的妆容是否欠妥？果儿啊，这些年你变了很多。那是变好了呢，还是变坏了？我女儿变得是越来越像我了。母后今天高兴，想赏赐东西给你，想要什么？母后刚才不是已经赏过东西给女儿了吗？那五谷神由母后口中道出，实在为儿臣的梦境生色不少呢。那果儿，你想做皇太女，这心意可是真的？儿臣要做皇太女，要手握大权，要干一番大事。你指的大事，是不是杀死采梅害孟凡之举啊？不止，凡是对不起女儿的，女儿都要她不好过。你指驸马重训？还有就是皇兄，太子。太子似乎跟果儿没有什么过节啊。怪只怪皇兄与孟福相恋，只有让皇兄痛苦，孟福才会伤心。孟福伤心，孟凡才会生不如死。你就这么恨孟凡？女儿与孟凡的情已断，
是他，是他让女儿知错难返。如今的女儿对孟凡只有一个恨字。好，恨，人懂得恨才能成大事。所以，女儿这个皇太女是坐定了。女儿啊，这只是第一步，你应该看得更远些。母后的意思是，女儿啊，女儿，你梦见了五谷神，为娘我却梦见了太上皇。哼，太上皇，太上皇，我对他的种种德行，是心存挂念，一刻也未曾忘过。禀皇上，边陲告急，突厥调集军马，似乎另有图谋。突厥可汗得知金城公主和亲吐蕃，以为大唐拉拢吐蕃，心存记恨，蠢蠢欲动，并不为奇。皇上，突厥可汗并非冲动鲁莽之人，今番我国与吐蕃两邦结亲，可汗对此应有所顾忌，不敢轻举妄动。金城公主结亲吐蕃之事进行得顺利吗？回禀娘娘，一切顺利。既然结姻亲如此奏效，不如依葫芦画瓢，也与突厥结为婚盟。突厥可汗只有一个独女，何以和亲呢？啊，既然公主可以远嫁，那太子也可以迎娶。可以一试，可以试一试，可以尝。万万不可！启禀母后、父皇，儿臣认为此事绝不可行。太子何出此言呢？本宫尤心记得，昔日你提议安乐公主和亲，是振振有词，句句铿锵，说有百利而无一害。何以如今异地而处，就坚决反对了呢？皇后所言极是。要太子迎娶突厥公主，一来可显我大唐善意，二来又可以牵制突厥，一举两得。启禀皇上，和亲之意诚然可行，但需要双方都同意。如果突厥可汗反对的话，那最后也只能是我朝一厢情愿的想法。隆基说的甚是。皇上，还不如立即派使者前往突厥，磋商此事。既然众大臣、皇后都表示赞同，和亲之事就此进行。太子，你没有异议吧？儿臣遵从父皇之意。这样就好了。别动！怎么了，福儿？叫你别动啊！让奴婢将太子殿下的包袱给拿下来。包袱？我哪来的包袱？别动！呀！哎呀！干什么呀你？哎呀，好重啊！哎呀，这是什么？我看看，这里面有万民的福祉、匡扶社稷、鞠躬尽瘁、大唐将来。哎呀，哎呀，难怪让你喘不过气呢。
福儿，你这个鬼丫头！不如叫鬼丫头帮你倒杯茶，提提神。哎，福儿，等等，你别走，陪我聊天吧。太子想聊什么？聊什么都好。不如就聊聊你今天做过什么吧。我啊，不瞒太子，奴婢失责。奴婢今天整天只做了一件事。你做了什么事啊？那就是想着、念着、挂着太子，其他的呀，什么都没做。你是拿我当偷懒的借口啊？人家真的是想念太子吗？人家每天求神许愿，就是希望太子可以顺顺利利的呀。福儿，你为我许愿，那你自己呢？有什么愿望？当然有了，我的愿望就是希望太子他日登基之后，可以为大唐谋福祉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千秋万代。好了好了，你的愿望真就那么简单吗？这哪叫简单啊！我要除奸臣，灭小人，上承大业，下安百姓，福泽天下，平定边疆，少一样都不行呢。福儿，这个任务太艰难了，充军可能担不起，做不来，恐怕要有负后望了。太子是人中龙凤，怎么可以妄自菲薄呢？哎，书中有云啊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。福儿，之前我要你多读书，没想到你全部都听进去了啊！福儿多读诗书，就是希望以后可以辅佐太子，为太子分忧啊。我的好福儿，不是你的鬼丫头了。当然不是。姑姑这壶诗风名前龙井，果然芳香一人，清淡未干。素闻贤侄是懂茶之人，果然所言非虚。太子对茶同样有所认识，下次大可一同邀约，这样三人对饮更添雅趣。和亲之事未决，恐怕太子也没有闲情茗茶吧？不出门而知天下事，姑姑身在深宫之中，但仍心系国事。可知太子心意如何？此事事关重大，太子仍然没有决定下来。重俊单纯耿直，生性比较冲动，欠缺冷静。纵然大是大非之前，他也不能一睹全局，反而会错下决定。姑姑的意思，太子理应顺应国情，与突厥和亲。和亲一事是皇后的意思。如果太子敬畏皇后，就应该顺了她的意。金城公主远嫁藩邦，太子又婚配异族，如此笼络藩邦，实在是有损我大唐天威。太子现在这样犹疑，也不是没有道理啊。在宫中岂有真正的道理可言？如今太子娶也不是，不娶也不是，真是进退两难。万一落人口实，以为太子顾念一己私欲，不肯以国家为重，这罪名恐怕是太子也担当不起吧。皇后此举实在是陷太子于不义之地。那皇姑可有良策为太子保名声？本宫早就不问政事，你好像问错人了。不过倒是应该有一个人可以帮到太子。谁呀？在朝中最近有一道流言，说安乐公主才智双全，如果她当上皇太女，会比太子做得更好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或许她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到太子。此等谣传，真不知道
究竟是从何而来？空穴来风，岂会无因？不过有人这样夸奖自己的亲生女儿，最开心的应该还是皇后吧。太子，和亲的事情想好了吗？皇后实在狠毒，竟然想出了这个办法，着实令我进退两难。太子还是应该顺应皇后的旨意，否则激怒突厥，和亲不成反而会引起战乱，到时皇后就有借口说太子轻重不分，祸及国民。如此大罪，只怕会令皇上罢黜太子。能不能够做太子？崇俊一点也不在意，只是不想对不起一个人。你说的那个人是谁？孟府。福儿对我情深意重，你要我如何向她开口？我要另娶他人。这有什么难以开口的？皇帝3宫6院，孟夫就算做不成皇后，但至少可以当个妃子，这已经是她最大的福气。当你真爱一个人的时候，真的可以忍受雨露均沾。成大事必有所牺牲，若朝中大臣能像太子一样，心无一志，那百姓就有福了。为政者，唯一尽心尽力的就是为百姓谋福。当官的若能为百姓着想1分，百姓就可受10分之惠。上若能吃一点苦，民则沾万点之力。只是这点苦，对崇俊来说，实在是太苦了。看那边。谁啊？那个是张飞，那个是小乔。真漂亮！你想玩吗？来嘛，你玩这个。飞得高，嘿，您看看，做的真不错。福儿，你喜欢哪一个？你自己选，我送给你。不要，买一个吧。幕府要自己买，多少钱啊？5文钱。哎，谢谢啊。给。送给你。送给我？人家说，风筝转，时运转，时来运转，福贵到。我们去看风筝吧。我放得很好。走吧。
我们在那儿休息一下吧。嗯。哎，别动！哎，别动！啊，你看，奴婢多谢太子。我说过多少次了，只要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既不是奴，也不是婢，你是我最爱的好福儿。这里的风景好美啊！是啊，真的很美。要是能永远这样，那该有多好！我们不回宫了。只要我们两个过得开心，我们两个能在一起，在宫中或者在宫外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当然有很大的关系啊！太子如果流落宫外，那就不能登基做皇帝，一展宏图了。做皇帝真的那么重要吗？太子是不是遇到了什么挫折啊？其实，太子只要坚持到底，不管前路多难走，都可以冲过去的。有福儿陪在太子身旁，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，都可以闯过去的。可这个难关，闯过去实在是太难了，而且这个难关，只能我一个人过。福儿，你是没有办法能够陪在我的身边。那是什么难关啊？父皇为了平定外族的侵扰，他命我娶突厥的公主。太子要成亲，这是逼婚呐！那太子如果不喜欢的话，你可以拒绝呀。你要我怎么拒绝？皇命难违呀！那我该怎么办？我已经是太子的人了，你要我如何自处？福儿，你放心，你已经是我的人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受委屈。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会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来。可是你说过皇命难违，还有什么办法？违抗圣旨，那是死罪。迎娶公主之事，你早就知道，对不对？那你领福儿出宫游玩，就是要告诉我这个消息？什么共享良辰美景，什么花好月圆，都是骗人的。其实你是要跟福儿斩情丝、断情谊。不是的，福儿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不是存心要骗你的，我不要听你满口胡言，我不要听。福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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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听我解释，福儿，福儿。只是。
会是这样的，安妮。没有了那些朝廷上的狰狞，就会让人的心境变得特别的澄明。连星星都这样灿烂闪亮。你懂得怎么看星星吗？不懂。王希明的单元子部天歌，创立了28星宿之说，以7宿为一象，分为4象。你注意看南边的那一片星星，像不像一只大鸟？被你这样一说，真的有点像啊。他们的星宿之名，按顺序说就是景、癸、流、星、张、羿、轸，这个就是南方朱雀7宿。没想到连看星星还有这么大的学问。你有兴趣的话，我可以教你啊。那先谢过郡王爷了。你笑什么？孟凡和孟府入宫多年，从来都是苦中作乐。没想到这段日子似乎交到好运气。我们姐妹俩事事顺心，真是难得的福气。郡王爷为什么叹气啊？没什么。太子跟孟福这一对，开花结果恐怕不太容易。太子殿下跟孟福，原来郡王爷你也知道啊？你要知道，本王与太子感情甚笃，我们2个是没有秘密的。原来是太子殿下告知，那太子殿下是真心对待孟福的了。真心又如何？身在帝王家，本来就是身不由己，很多事情从来都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皇上要太子去突厥公主。太子要大婚，那孟福岂不是芳心作妇？这件事也怪不得太子，因为并非出于太子所愿。太子也是被逼无奈，其实他心里比谁都难受。太子要大婚，小福要是知道，必定肝肠寸断，一定会受不了。
小福，小福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姐姐，我不想活了。你干嘛说这样的傻话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不要再哭了，你让姐姐看着心疼啊！是不是你又做错了什么事啊？还是你被人冤枉，受责骂了？我没有做错，我没有错，错的不是我，是他。你把话说清楚啊！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是不是太子殿下？姐姐，你不要再提他这个人好不好？我真的不想听，我不想听，我不想听，我不想听。好好好，我不提了。你不要太激动了，别哭了，小福。傻丫头。他以前也是这样教我的。他说的没错，我是彻彻底底的傻，我是一个傻丫头。别哭了，小福，乖，别哭。姐姐，洗个澡，什么都不要去想，然后呢，乖乖睡个好觉。宫中不愉快的事，十有八九，还有什么是我们没有经历过的？事情总会过去的，就算再深的伤口，也会有痊愈的一天。你不想说话就算了，等到明天鸡鸣之时，就又是新的一天，新的开始。该起床了，小福。小福，小福，该起床了。怎么发热了？你怎么生病了，小福？小福，小福。现在什么时辰了？我要回东宫去。你休息一天再说吧。你这个样子怎么回去啊？有些事一定要今天解决。夫人，奴婢向太子请安。夫人，
你不要这样子。奴婢侍奉不周，罪该万死，请太子恕罪。福儿，我不是这意思，我是逼不得已的。我也是逼不得已的，我没有办法再伺候太子，请太子把我调离明德殿。你要走？是，太子大婚在即，福儿无能，没办法伺候您与太子妃。不行，不能让你走。你不让我走，你要福儿眼看着你跟太子妃每天恩爱的样子吗？你要我天天忍受心如刀割的痛苦，这不是跟死一样吗？那就请太子放过孟府，不要让我活受罪。事到如今，如果你心里面真是这么想的，恐怕这是我重聚还愿意做的最后一件事。你的心真那么狠？是你要我放你走的。我要走，你可以留啊！你是太子，你要留我能走吗？想不到我孟府在你眼里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奴婢。福儿，你听我解释。你不要再说了，我已经心死了。福儿，福儿，福儿！刘御医，孟福得的是什么病？怎么会突然间昏厥呢？回禀太子，孟福他没病。没病？怎么可能？没病怎么会突然昏厥呢？啊，孟福是体虚气弱，稍有风寒，体力透支，所以才昏厥的。观其脉象，搏动有力，是喜脉啊。喜脉？孟福，他有了本太子的骨肉。那太子要下官如何开放啊？你这话问得真奇怪，当然是依正开放了。那太子是要下官开安胎药呢，还是滑胎药？此事事关重大，请太子三思。但孟福怀的是本太子的血脉啊！哎，宫女和太子私通，还诛胎暗结，这可是大罪呀！依微臣愚见，还是请太子当机立断，否则日子久了就难再掩人耳目了。到时这恐怕大小都难逃一死啊！够了，此事本太子自会妥善处理。要是宫里面有任何的风声泄露，第一个死的绝对是你，知道吗？微臣必定守口如瓶，请太子放心。下去吧。是。福儿，你放心，一切自有我重俊替你担当。本太子绝对不是个始乱终弃之人。回禀皇上，使者回话，突厥可汗对于缔结姻亲之事大为赞同。哦，
如此说来，此事可行啊。太子的大婚要火速进行啊，一来能借此平定边患，二来边关的将士也得以喘息，老百姓也能暂避战火，这可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！大婚之事岂可儿戏？更何况与突厥结为婚盟，着实必多于利。皇儿何出此言？禀父皇，儿臣今日若娶了突厥公主为太子妃，他日太子妃即为皇后之选。试问我李姓泱泱大国，怎能容忍一个外族女子来母仪天下呢？更何况此举恐怕引起吐蕃的不满，案已生变，届时是祸是福，仍是未知数。所以，大婚之事，儿臣恕难从命。恕微臣糊涂，臣记得当日太子力主安乐公主和番，以为结姻亲而免干戈，为什么如今竟讲结姻亲而动干戈呢？臣也记得，太子认为缔结姻亲能将我国风范教化蛮邦，而今迎公主入城，比送公主和亲更能彰显大唐气量，不是吗？皇儿，众卿家的见解，你有何辩说啊？总之，大婚之事，儿臣认为实不可行。太子，你是一心为国而决不可行呢，还是存有私心而决不可做？要儿臣娶蛮夷之女，实不可行，亦不愿行。荒谬！请太子慎言。你身为太子，竟为了顾及一己私利，忘却国民福祉，是大错特错。哼，当初让他当太子就是个错误。儿臣只想送母后8个字：聘鸡司晨，为家之所。还望母后能有一番顿悟。放肆！你竟然出言侮辱皇后，大放厥词，岂是太子所为？正是因为儿臣身为太子，所以遇到事情理应辅佐皇上，遇事议政辅政，直言改进。倘若皇上要的是一个遇到事情只会退缩的太子，启禀父皇，儿臣宁可不为。好，那么朕就成全。皇上，废黜太子兹事体大，非同小可。如今，请太子慎言。皇上，还请皇上三思慎虑啊！皇上，太子年少气盛，一时冲动，口出狂言，还望皇上恕罪呀！皇上，皇上恕罪呀！恕什么罪呀？既然你对太子这个位置毫无留恋，朕自会慎重考虑此事。退朝。实在太过分了！储君堂堂太子，竟敢在朝堂之上出言不逊。这个崇俊，心高气傲，自恃太子身份，气焰逼人，口口声声说以国为重，以民为先。哼！可今天看来，他是口是心非。不过是和亲突厥公主嘛，他就败露心声，逆背太子之位。其实皇兄并非不以大局为重，只是皇兄太重情义，才会坚决拒绝和亲之事。此言怎解啊？皇兄对婢仆爱护有加，主仆情谊非比寻常啊！储君与宫婢私通。哎呀，女儿，此事重大，不可道听途说呀！女儿并非道听途说之人，此事是女儿亲眼所见的。那天风和日丽，女儿同意婢仆游湖赏花，却看见皇兄同意婢仆手牵手，态度非常亲密。
父皇和母后如果不相信的话，大可以传其他宫婢，他们都在场，也一一看在眼里了。放肆！楚军失德失行，将来如何成为一代明君？父皇，您真的要废除皇兄吗？